美国最新一代隐身战机 F-35BC 两个型号却不能够安全地进行超音速飞行，让人大跌眼镜。那么这两个型号到底是出了怎样的问题呢？如果强行进行超音速飞行的话，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超音速这个概念。音速呢约为每秒钟340米，而受大气温度的影响，数值也会有所变化。而大气温度呢也会随着高度进行变化，因此呢不同飞行高度下的音速也会有所不同。在国际标准大气情况之下，海平面音速为每小时1227.6公里，而在11000米的高空呢是每小时1065.6公里。因此呢，科学家们采用了一个反应飞行速度的重要参数，也就是马赫数。它呢是飞行速度与当地音速的比值，简称 m 数。那么当 m 数等于1的时候呢，就表示飞行速度与音速相等；而当 m 数大于1的时候，则表示飞行速度要大于音速，也就是超音速飞行。那么要想进行超音速飞行的话呢，必须要突破音障。在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9%，也就是0.9马赫的时候呢，局部气流的速度可能就会达到音速，从而产生局部的激波，从而使气动的阻力剧增。而更为严重的是，激波会使流经机翼和机身表面的气流变得非常的紊乱，从而使飞机剧烈抖动，操纵十分困难。处置不当的话，就会空中解体，甚至击毁人亡。无数飞行英雄曾经挑战极限，而直到1947年10月14号，美国空军上尉查尔斯·耶格驾驶 X-1在12800米的高空飞出了1278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，m 数呢为1.1015马赫，在人类史上首次突破了音障。此后呢，各国新型飞机都开始探索超音速设计，但是呢，超音速时代的发展道路却并不平坦。1973年6月，苏联图144S 超音速客机参加巴黎航展，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却是，图144S 却在航展上发生了意外，空中解体爆炸。当时呢，图144S 正在进行最后一场飞行表演，而在一旁配合航拍的呢是法国空军的幻影战斗机。谁料这架幻影呢误入了图144S 的航线，那么苏联飞行员只能够全力的推动操纵杆，大幅度的转弯躲避。而大幅度转弯带来的呢是超强的过载，超过了机身所能够承受的极限，从而导致左翼发动机的供油管路断裂，飞机呢在空中解体起火，并在坠地的一瞬间爆炸。当时碎片波及了15栋地面建筑，造成了14人遇难，其中呢还包括图144的总设计师弗拉基米尔·连杰罗夫。可以看到，飞机呢想要进行超音速飞行，尤其是在超音速飞行当中完成高机动动作，对机体设计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。因此呢 ，F-35BC 如今爆出超音速的时候，飞行震动可能会引起战机尾部损坏的问题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。再加上这两型舰载机在起飞的时候呢，往往都不会携带太多的燃油，而一旦超音速飞行又会大量的耗油，那么这也会影响制空时间和作战半径。此外呢 ，F-35BC 如果进行较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，机身表面的隐身涂层还容易脱落，从而失去最为有力的隐身优势。在陆上基地呢，飞机还可以进行快速的维修，但是在舰艇出海的时候就很难解决了。也许呢，还要等到舰艇回到母港才能够进行维修。那么这也引来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不满。